谁说特斯拉不用换电机油？今天给你看一下，才开了2年的 Model Y 电机油到底有多脏。把油泵拆掉，齿轮油都黑了。这个油有点压沉，有点杂质多。这辆车跑了有76000公里了，电机轴承也有点问题。底盘有异响，热泵空调也有问题。我们把 Model Y 的电机减速器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为啥需要换油。这是特斯拉电机电控减速器，油就是给这个减速器润滑的。车一开，这个齿轮就转，齿和齿之间相互咬合，就会产生杂质，油就会变脏。这是跑了8万公里的齿轮油，这是新的齿轮油，这个特别脏。齿轮油杂质一多，这个轴承就容易损坏，造成电机异响。同时，这个油也给电机冷却，电机也会损坏。谁在说特斯拉的电机油终身免维护不用换？你就问他，如果不换油，电机减速器坏了，他敢不敢给你配个新的？看来龙哥是怕了，被比亚迪起诉之后，只抹黑特斯拉了。同时怕的还有在巴西的中国劳工，在昨天给比亚迪巴西工厂搞建设的金匠公司组织了一个集体的说明会。时间我们也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希望尽快达成巴西最大的新能源项目的建成和落地。但这2天，我们看到了网上爆出大量关于比亚迪工地奴役工人的新闻，报道相关内容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他们集体表示，一切都是我们自愿的。比亚迪没有强迫劳工，我们也不是奴隶，这是对中国劳工的侮辱，并且附上了所有人签字按手印的图片。在声明的视频中，对于巴西政府部门提出的宿舍环境、护照被扣押、工资不按时发放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解释，直接来了一个莫名被扣上奴役的帽子，让我们感觉人格受到了侮辱，人权受到了侵犯，严重伤害了中国人尊严。有网友就表示，直接把工资条、宿舍拍出来不就可以解释了？但是呢，这个金匠公司直接选择了更传统的方式，按手印。这也算传统美德了，维权集体按手印，签合同按手印，感觉什么事按上手印就都是真的一样。按手印唯一的好处就是知道谁没有按手印，没按的话估计回国都不太可能了。更觉得应该是比亚迪的公关经理在微博上转发了这个劳工的集体说明会，并且发文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相关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里应外合，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第一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真的有点熟悉的味道。这大粪盆子扣下来，在国内谁都接不住。说不好就是抹黑呗，但是知道国内工地的环境都一清二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是老外看不过去了，金匠公司的说明会也好，比亚迪的公关经理也好，这些都是说给国内人听的，不需要多少的事实讨论，只需要吼一嗓子，说你不爱国就行。很多人都说这个金匠公司跟比亚迪关系不大，是外包的。实际情况是，比亚迪早在多年前就入股了这家公司，成为了这家公司母公司的股东。换句话说，这家公司实际就是比亚迪自己的建筑公司，只是披了个外包的皮。不然，只是单纯外包公司的话，比亚迪的公关经理干嘛第一时间就把粪盆子端出来，说抹黑中国的？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这家建筑公司还因为承建新能源汽车项目被多次处罚，被东莞市红色警示。由此可见，这也是建筑行业的老油条了，跟比亚迪的作风也是很合拍。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是抹黑中国什么的，那么比亚迪的500万警告去哪儿了？你可以去起诉他呀，去挣老外的钱。而且国外赔偿的应该更多一些，还有国内一些自媒体也可以起诉，一个500万，比卖车挣的应该还要多一些。
眼前的例子就有啊，就在今天，比亚迪法务部起诉自媒体龙珠集车及相关账号名誉权纠纷一案，刚收到法院判决，大获全胜，判令被告删除侵权言论、赔礼道歉，并赔偿比亚迪经济损失等共计201.87万元。非常支持比亚迪500万告这些老外去，我相信比亚迪的车质量不是第一，但是法务部那绝对是第一的，遥遥领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我标榜当代岳飞。巴西事件成功的从抹黑中国品牌上升到了抹黑中国。到底是秦桧还是岳飞？明明是自己给中国抹了黑，也能说成是境外势力在抹黑中国，硬要代表中国，就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啊！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啊！真的是白马非马不算境界，白马是路才是境界。高人啊，你但凡对这些人好一点，按人家当地的法律法规来，也不至于给中国抹黑。现在有一种特别恶心的现象，总有人将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国家利益，然后再打着爱国的幌子捞取个人私利，这就叫假公济私。就这些企业对自己人的时候，他永远让你从自身找问题，句句提努力，句句不提回报，出外面碰一鼻子灰就开始哭爹喊娘，外面都是坏人，都欺负我。这时候他绝口不提从自身找问题的事儿。但其实啊，这些都不算最悲哀的事情，那封怜悯信才是最大的悲哀。有这么一些人啊，没人帮他说话，他忍着；有人帮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取来权利，他谢天谢地。哎，你看，我本来就有理，你没给他争取到的时候，他扮演先知。你看，早就知道没用，最后还要来上一句：你们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自己觉得过得挺好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比亚迪的方程豹硬要越野又一次被实锤了，在近期懂车帝又做了一次越野的测试，直接拉了几台车做42度半坡起步。在这个项目中，奔驰 G500、路虎卫士90、BG60、福特烈马在开启4钥和差速锁后，都十分优雅地通过了半坡起步的考验。值得一提的是啊，福特烈马发动机转速2200转 ，BT60 1700转，瑞士90 1500转，是真的自如而令人惊喜的。坦克400在开启低速4驱加前后差速锁后啊，发动机转速仅用1800转就轻松登顶，这波性价比自然不言而喻。唯一没有通过测试的是前些日子官降一波的方程豹豹5。在打开延时模式，4钥前后差速锁后啊，即使驾驶员全力踩住刹车踏板，也无法阻止车辆下溜。难道豹5的失败是因为配置不够，又临时拉来一台顶配版本云辇旗舰版的豹5？可是就算配置拉满的它也无法承受成功登顶，车身沉，刹车软，车主在实地越野时要注意安全了。在经过后续几次测试后，比亚迪方程豹成功排到了越野末尾，坐实了硬要越野的名头。有人说这是梁静茹给硬要越野的勇气吗？新车卖不出去，整天在卖包牌包睡的二手新车也就罢了，还到处说要颠覆越野。终于知道了那句话，不是一个圈子的就不要硬挤了。按照硬派越野车的标准，设计冗余和制造经验不足，比亚迪还得继续努力啊！我告诉你怎么办，首先得啃硬骨头，研发一套大扭矩冗余的 AD 变速箱，然后再把大功率 P2 环形电机给研发出来。只有大功率还不行，因为越野需要低转速大扭矩，你不能一爬坡就封烟耳，然后你还得死磕越野场景的失效模式。当然，现在的4个轮子各玩个的，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虽然新款的方程豹豹8也出了一个暴力模式，在新车上市的时候还不搭载，需要后续 OTA 更新。更新之后又开始找车评人到处吹了，结果呢，本来是各种10几度的大角度越野，展示方程豹可以低速慢爬，智商秀了一地。暴力模式没什么用，建议改成豹纹模式吧。OTA 是软件的更新，而不是硬件的更新，结构上没变化不好使的。从便宜到贵的，无一不例外的都从坡上往下流，那多危险啊！确实不行的话，可以找几个这个天天吹牛逼的这个领导，给你们去亲测一下，让他往坡上开，看看能不能停得住。别整个发布会弄个豹纹模式，搁架子上一停，哎，不溜坡，结果一看画面，连旁边的旗都是暂停的，用的是暂停模式。
硬派越野这一块吧，方方面面一堆一块，它得有底蕴，它不是上来就能吊打的，哪有一上来就成功的？有句话说得很对，好的越野车是能出得去，还得回得来。你别真陷到大山里边了，打个救援电话还是收费的，完了还不来，结果让别人把你救出来，多尴尬。本田和日产已经宣布合并了，很多国内的车评人欢呼雀跃，都觉得是被国内车企打趴下的，不得不自救。其实主要是被丰田打趴下，要一起对抗丰田，和国内的车企关系不大，国内车企自己玩自己的，还在互掐呢。国外汽车品牌在国内也在卷，只不过卷的是给员工的遣散费。大众 N+6， 保时捷 N+6， 丰田更狠 N+7， 这是他们在中国走下坡路的实锤。可真正可悲的是咱们国产的自主品牌，还有咱们这些苦哈哈的打工人。先看打工人这边，外企撤离那环给足了补偿，反观咱们自家的企业呢，不挣钱的那是说解散就解散了，赔偿有个 N+1， 那就算企业发现金。大部分平台都是亏的底调，说真到撑不住那天了，得多少人流离失所呀？那些挣钱的企业呢更绝，中秋节给你2瓶可乐，1个月饼打发人了，工资呢是低到可怜，还塞本书找精神洗礼。听说年会啊要让员工 AA， 想多挣点，行，把你自己当牛马，拼命的加班吧。这种企业哪天要是真开了，你说能不能拿到补偿，这都得打个问号，还谈什么 N+6？ 再讲讲消费者，以前合资车称霸国产车多少有点毛病，大家伙随便拍个视频一吐槽，维权也容易，一帮人帮你撑腰。现在呢，国产车是崛起了，可在网上你稍微有点批评，那就要被车企起诉。消费者作为厂家的衣食父母，买了问题车，维权反倒成了罪人，要被车企教育，还得包容，还得支持他们，不然网上那是骂声一片呀。想想吧，等哪天外国品牌全撤出中国，剩下的会是什么呢？是咱们消费者和打工人再也见不到如今这种好日子了，只能任由本土不良企业拿捏，悲哀呀。他们都说呢，贵车采用铁路芯，你找点便宜的车，看看是不是铁路芯。这玩意儿够便宜了吧，兄弟？别看字儿，还有那个眼神不好的说你这个数值，它反映不出啥。看底下兄弟，这俩字能看着吗？铁芯。还有要看特斯拉的，来瞅一瞅啊，覆盖件，铝，框架啊 A 柱，铁芯。这钱该他挣啊！再看看这玩意也不贵，好像是不是还是铁芯，兄弟？再看看，还是铁芯。国产车吧，也有舍得用料的，兄弟们。这个铁芯，破成啥样的 H6 了？铁芯，这个不贵吧？铁芯，那老轱辘棒子迈腾你们嫌贵，这个破螺，这够便宜了吧？铁芯。日本车就没有用料良心的吗？依然铁芯呐。你可以说这个某些品牌的车由于技术原因导致这个油车时代发动机变速箱衔接的不顺畅，底盘调教的不好，开着不舒服。但是人家用了这种钢板，用了这种材质，证明人家还没有偷工减料。所以我说它不行，用铁皮不使镀锌有毛病吗？黑心的特斯拉呀！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打我，打我就算互殴。我可以卖伪劣产品，但你不能索赔，索赔你就是敲诈勒索。我可以拖欠工资，但你不能到处举报，举报你就是恶意讨薪。我可以逆行，但你不能不让行，不让你就是全责。我可以虚假宣传，但你不能揭露，揭露你就是恶意诽谤。我可以偷你的东西，但你不能撵我，我受伤了你就是全责。我可以占你的便宜，但你不能反抗，反抗你就是格局不够。社会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说了你就是负能量。